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除了一颗善良的心最美丽，那么还有什么是更美丽的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宇宙中最美丽的星云。什么是星云呢？最初，所有在宇宙中的云雾状天体都被称作星云。后来，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发展，人们的观测水准不断提高，才把原来的星云划分为星团、星系和星云3种类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没关注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用你指点迷津的小手点一波关注。欢迎强烈推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关注我，遨游宇宙不迷路。今天我们一起遨游宇宙，看看最美丽的星云。星云是由星际空间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结合成的云雾状天体。星云的形状是多姿多态的，人们甚至猜想恒星是由星际气体凝结而成的。例如，行星状星云的样子有点像土的烟圈，中心是空的，而且往往有一颗很亮的恒星不断向外抛射物质，形成星云。可见，行星状星云是恒星晚年演化的结果。星际物质在宇宙空间的分布并不均匀，在引力作用下，某些地方的气体和尘埃可能相互吸引而密集起来，形成云雾状，所以它们形象地把这个叫做星云。按照形态，银河系中的星云可以分为弥漫星云、行星状星云等几种。星云通常也是恒星形成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形成的气体、尘埃和其他材料挤在一起，聚集了巨大的质量，这吸引了更多的质量，最后大到足以形成恒星。据了解，剩余的材料还可以形成行星和行星系的其他天体。由于早期望远镜分辨率不够高，河外星系及一些星团看起来呈云雾状，因此把它们也称之为星云。哈勃测的仙女座大星云距离后，证实某些星云其实是和我们银河系相似的恒星系统。因为一些命名的习惯，某河外星系有时仍被称之为星云，例如大小麦哲伦星云、仙女座大星云等。当我们提到宇宙空间时，我们往往会想到那里是一无所有的黑暗、静寂的真空。其实这不一定是完全对的，恒星之间广阔无限的空间也许是寂静的，但远不是真正的真空，而是存着各种各样的物质。这些物质包括星际气体、尘埃和离子流等，人们又把它们叫做星际物质。星际物质与天体的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星云为什么会发光呢？那是因为发射星云是受到附近直热光亮的恒星激发而发光的。这些恒星所发出的紫外线会电离星云内的氢气，令它们发光。发射星云能辐射出各种不同色光的游离气体云，也就是电浆。造成游离的原因通常是来自邻近恒星辐射出来的高能量光子。大质量恒星的光子是造成游离的来源，而行星状星云是垂死的恒星抛出来的外壳被暴露的高热核心加热而被游离。星云的颜色取决于化学组成和被游离的量。由于在星际间的气体绝大部分都是在相对下只要较低能量就能游离得清，所以许多发射星云都是红色的。如果有更高的能量造成其他元素的游离，那么绿色和蓝色的云气都有可能出现。在北半球，最著名的发射星云是在天鹅座的北美洲星云和网状星云。在南半球，最好看的则是在人马座的加护星云和猎户座的猎户星云。
在南半球更南边的则是明亮的卡利纳星云。有一个浪漫的星云名叫弥漫星云，正如它的名称一样，没有明显的边界，常常呈现为不规则的形状，犹如天空中的云彩，但是它们一般都得使用望远镜才能观测到，很多只有用天体照相机做长时间曝光才能显示出它们的美貌。它们主要分布在银道面附近，比较著名的弥漫星云有猎户座大星云、马头星云等。弥漫星云是星际介质中在一颗或几颗亮星周围而造成的亮星云，这些亮星都是形成不久的年轻恒星。最有名超新星遗迹是金星座中的蝎状星云。我们能够看见发光星云是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星际气体反射星光而被我们看见，那第2个原因则是如这片晕状星云是许多新形成的恒星所发出的紫外线照射星云内部的气体，使之电离而发光，像大自然有时突然出现的美丽天象一样。宇宙有它神秘的面纱，我们地球的大自然也有神秘的小脾气，我们爱护它，它便好脾气；我们若是不好好对待它，它就要作妖。愿每一个宇宙中的渺渺众生都能一生所得，便是一生所愿。喜欢我分享的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哟。下次转角我们还会遇见，关注不迷路，一起遨游大大宇宙。我们下期见。